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兰香如故，能否超越任敏良陈美锦？结论已经很明显了。喜欢古偶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气了。2026年刚刚过去几个月，这边就有不少古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前有良陈美锦，后有兰香如故。这两部剧还没让观众们彻底看明白的时候，在今晚又一部古偶大作直接对打，整整40集的数量，令人证明了剧组打磨的用心和扎实。过去人们喜欢看古偶里那神仙颜值的故事，如今人们更喜欢古偶里那实打实的逆袭。作为同时期上映的古偶《兰香如故》，别看名字像宅斗，但是却实打实的讲述的是底层丫鬟的求生。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，因为家族变故在同一个人身上交织。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也让观众能够看到不少骨气。有些事情可能在电视剧里显得比较离谱，但结合那个封建年代，这些东西可能真的只是冰山一角。就拿这部刚上线的作品来看，女主角虽说一直被贴着甜妹标签，但是演技确实实打实的好。谭松韵和刘学义两个人也是演过不少好作品的。很多人光是简单看了这部作品的片花，就感觉这个作品有着封神的潜力。毕竟古偶本身就充满了争斗，而一旦掺杂了权谋，则更是错综复杂。一切的故事都起源于还有抄家流放的那个年头。为什么很多人对于这个设定都怀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抄家这两个字代表的是千金和奴婢的一个冲击。比如这部作品里的女主，本该是豪门嫡长孙女，但是却因为一道圣旨失去了一切庇护。女主看到家族覆灭，只能咬牙硬挺。然而没想到奴婢的身份竟然成了她的保护色。本来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突然变成了所谓的三等丫鬟。这种事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很常见的东西。但如果没有好剧本，很多人可能根本不会去主动追剧。从整体的预告来看，这部作品的看点简直拉满了。首先是对于傻白甜美好幻想的击碎。在很多人的心中，过去那个古偶的女主应该是开挂的，但实际上却是一地鸡毛。比如说，女主遭到了管事嬷嬷的耳光，但为了洗清冤屈，她不得不忍辱负重，咽下这口气。编剧和导演为了剧情的冲突，专门给女主在逆袭路上来了个大阵仗。看作品的人可能觉得很无厘头，但实际上这种事情都是现实里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其次是所有古偶都会给人带来的震撼和冲击。看过古偶的人应该都清楚，从天真烂漫过渡到深宅大院，再到后面的手握权柄，很多人会面临步步惊心的状况。而每一个古偶里，这些戏份都是冲突和矛盾拉满的存在。一方面大家要为了生存的底线而付出，另一方面要为了查清真相而奋斗。在这期间，手段硬核的往往可以轻松地站到最高处，而那些只靠男人的往往只会摔得越来越惨。很多人喜欢看古偶的原因，就是在通过作品找情绪。毕竟和那些悬浮烂俗的剧情相比，这种硬核逆袭真的是比蜂蜜还要甜了。降维打击，很多人因为没有怎么脱离过舒适区，所以下意识的会给谭松韵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。但实际上这部作品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格外的出彩。首先我们说说谭松韵，经常看偶像剧的人对她的脸应该挺面熟。自从出演了第一部爆款并且获得了成功以后，
谭松韵就成为了很多导演手中的甜妹专业户。可能有时候她扮演的并不是大女主，但她的表演水平绝对是可圈可点的。至于男主刘学义，则是一个实打实的帅哥。和如今的很多小鲜肉不同，刘学义的帅是具有古装感的。而且从他过去的作品演出来看，对于这一次的古偶应该也是很有把握。除了主角让人放心，幕后的阵容更是绝对的顶配。比如说桐华，去年有一部作品叫做《长相思》，这部作品里桐华就为我们贡献出了极度惊艳的剧本。如果不是预告的推进，根本不会有人猜出女主的狠辣。而这一次的总编剧就是由他担任的。过去他写过不少虐恋剧，所以对这类的角色格外拿手。还有郭靖宇作为剧本里的监制，过去的郭靖宇一直执导的是硬核类的作品，这一次他也不例外。虽然要求有些高了，但是却挡不住他的精良把控。很多人光记得他的名号，却不记得他盯过什么项目。其实郭靖宇是一个著名的爆款制造机，娱乐圈里能有这种殊荣的监制可真不多。除了这俩人以外，还有黄颖香这个老导演。很多人光看过他指导小五做这样的小成本，但实际上黄颖香能驾驭的题材很多。这一次在这部大制作古偶里，虽说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，但相信能给我们留下不错的印象。40集的电视剧看起来很长，但实际上对于古偶来说，只能算是一个适中的长度。一个家族的恩怨情仇浓缩到40集的内容里，这极度考验导演的功底和演员的实力。稍有出差，可能就会让整部作品垮掉。如今这部刚上线的作品还有不少的对手。别看有的作品热度很高，但观众会下意识地对近期的热门作品进行比较。从剧情到演员，兰香如故成为爆款的潜力非常高。至于那部对打的剧到底好不好，对不对自己的胃口，这还是得等开播了以后去细细的品味，很多评价的在看完结之后才能作数。毕竟现在的作品魔改原著的可不是一部两部了，只有从头到尾始终如一的高水准，才能真正的成为一部优秀的古偶。2026年开年就涌出了如此多较量的作品，这给那些流水线剧组增添了不少的压力啊。